台湾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der， 不是个车兵，只是 POV， 欢迎回到来我的频道。距离我上次试驾 Satra 1.3 Fuel Injection 的那个影片之后呢，就有另外一个车主叫 Sean 呢联系我试驾他的 Satra 1.3 Carburetor， 所以我这个影片呢没有 Part 1， 所以你们想看我之前试驾那个 1.3 Fuel Injection 的话呢，还有 Walk Around， 你们可以去看我之前的影片。这个影片呢就会把它给开上山。但是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的话呢，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，记得按下订阅。那我更新新影片的时候呢，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。话不多说 ，Let's go。这个影片我不讲太多关于这辆车的东西，你们想看的话，还是可以看回我之前的影片的。当年在卖的这辆车的时候呢，有4种的引擎可以选择，1.3、1.5、1.6，还有1.8的。那我之前试驾过1.8的 Satra GTI 啦，操控那些我真的是没有话讲，动力也是非常的好。那今天呢，就试驾它的最入门款的1.3 4G13 Carburetor 的引擎。哦，后面有 Disc Brake 哈，前车主改了前后的 Evo 3的刹车系统，后面有刹车卡钳啦，然后轮胎呢是用着都有 TR1 的195 50R16 16寸轮圈，大概1根手指的高度。因为这辆车换了 Mainz 的 Adjustable， 老实讲我没有听过这个品牌了，还是第一次听的。如果你们知道的话，欢迎留言在下面给我知道一下。前面也是大概1根手指，195 50R16的 TR1 的轮圈，经常卡 fender 哈，外形都很原装啊。那我们打开一下看看引擎啊。这个 model 是一个 C96， 它有 C96、C97、G98， 有 C99。C99 应该是说它的最后一代了吧，4G13的引擎。你看这里有一个圆形的，这个叫 Carburetor 啦，它不是 Fuel Injection。这整套引擎都蛮健康的，前车主已经花了一些钱来进行一些改装。Sean 呢就用了1万块买回来哈。那1万块你觉得也许很贵，但是他已经改过了它的 piston 啊、con rod 啊、cam adjustable 啊，还有它的排气管的。其实关于它的动力数据呢也是不太清楚的，因为想当年呢科技也没有什么太发达，也没有网络。所以很多资料呢都是要经过跟人家询问，或者是 Wikipedia 去那边寻找的。所以我只能说大概它的动力啊，大概为75匹到80匹左右，还有108的牛顿米，在大概1000公斤左右的车上面哈。这辆车因为不是 Fuel Injection 的关系，它没有电板啊，所以你是不能做 remap 等等的哈。所以就是这样啦啊，用手调那些风啊等等的。Full Exhaust System， 我们去看看一下。哇，它的椅子也是看着蛮舒服的，不是看的哦，是坐起来也是蛮舒服的。我支撑性蛮足够的，好过原装太多了。那么1.3公升的版本是没有门把的，这里没有按键的，然后平的啊，所以它就应该是拿1.6是1.8的吧，把它放在这边，所以 Auto Down， 哇，这些 button 都是蛮新的啊。由于这辆车手刹不是说很紧哈，我还是要用我要踩点油啊。OK。Off 掉。哇，这辆车的中控哦，有这个中央扶手哦，我觉得这个是不能重来。这个网上 Shopee 是有的卖的吧哈，有一点松，但是我很喜欢这个 Carbon Fiber， 但是这里有 cushion 的哦，非常的好。所以这辆车1.3公升哈是没有转速表的，我们等一下呢就是要靠声音还有它的感觉。车主跟我说呢，就是你感觉到这辆车没有动力的时候呢，就是可以做升档了的啦。也就是为什么呢，我现在就没有放 camera 在那个它的 meter 上面哈，我就把它放在脚。你们所要看的 foot cam 终于来了，哈哈啊！蛮爽一下的哈，其实它的没有做 short shifter， 但是它的换挡也是 OK 的，是有一点长，但是它目前为止都感觉到它是蛮扎实的哈，不会松松软软的感觉。这1.3公升，我曾经在市区驾驶啦。如果2个人或者1个人驾的时候是很爽的，如果再加多一个第3个人在后面的话，会比较吃力一点。那如果你说 Fuel Injection 跟 Carburetor 有没有动力上面太大差别？我老实讲，应该不会太大了。马力就是这样，大概在里面而已啦。先让它过。还有打星的哦，谢谢你。听我说谢谢你。
的现象。哈哈哈，我们没有德波嘞，大哥，让我们过吧。哇，德波欺负我，哇老哎！别呀、大哥，别。哇，他的那个 clutch 有换过哈，绑的算蛮紧一下。连他的这个离合器也是载的比较紧一点的，比较重一点的，也比较硬一点的。希望你大哥不要让我指路，我就让在弯路外面，拜拜。哇，还是刮飞的狗狗里哦。好多车呀，好多车。蛮有力一下的哦，不是开玩笑的。2和3号 OK 的。哇，一刷了 ，come， 哈哈 ，thank you， 哈哈。它会自动让我哈。哇，它过完很爽一下，没有什么车情啊，而且很轻松。而且很轻松，不会很重，1000公斤而已，就这样子哦。它的 adjustable 呢是偏硬的啊，支撑性蛮足够的，椅子的支撑性也非常的好，我很喜欢，好过原装太多了这个。就算原装的 GTI 的话，我都觉得那个脚腿部空间都不够用了，腿部支撑我是说。啊，又是刮风的狗狗哩。啊，被人家号鸟啊！这个地方呢就不能跟着线走了，但是车太多没有办法。打炮声，改了 exhaust 通常都是这样的嘛，卡布雷特的话都好。Come on, BMW, you are BMW, bro. You are BMW. 哇，这个 Vios 够力啊！刚刚差一点撞到其他车，然后拿来我觉得很怪，我觉得它很怪。哇，卡宾的不能太快。
最近下雨天了，园丁很多洞啊，需要真的是要闪。哦，洞啊！刚刚我注意到它的水温有一点点高，然后我一慢下来了之后啊，到现在这样哦，然后就开始跌了，那水温哦。为什么会塞车嘞？我真的不明白。这个车主以前有换过 radiator 跟风扇那些啦，所以你买回来到现在是有没有遇过任何的问题这样子？没有，基本上60块就打满哈，就有走400公里没有？一桶油。说发我还没有 test 过，但是算起来差不多。差不多。X50 no。我很喜欢就是它的油门呢，就是走 cable 的，所以你那个钢线呢，你会感觉到钢线拉一拉，好像在踩一个弹簧的感觉，它有那种感觉 ，old school。这个刹车还不错，踩下去它的反应很好。但是它前段有点小模糊，变成我踩下去好像没有什么感觉，要再踩深一点，那个感觉才来。安哥，新的给啊就进吧，现在有位置啊，安哥。给安哥。3号也给上了100啊！你那 ratio 其实蛮短的一下哈，就是2号牙我拉到大概80多，应该是够了啊。尴尬，给这个边。新加坡车 Skoda， 哇哦，没有看过，马来西亚很少看到。哦，这样车哦，所以要自己阿嘎踩哦。你可以换一个米德的，换个 Evo 3的米德就有转速表了哦，400块左右买得到，哈哈。最好玩的地方来了。啊，刮片的够力啊，这辆车很够力。没有办法太多。
着去咯，不用 brake 咯。又来一点。看来是我太重了，他挂我这边不挂你那边。哎呦！这里有一个洞，靠左边。没事，左边就好。Thank you， 没有办法了，我就是只能这样了。因为我们呢才1.3公升而已，来，3系列要跟我们玩，好吧？3系列，你很快哦，之路。哇，那个轮胎很适合这个马力，算是蛮抓地啦，到现在为止。但是就是卡我这边的 fender 不卡你那边 fender，这是我的问题啊，体重了 ，driver 要减肥哦。OK， 它的水温呢是比正常更高了一点点的，所以也不能踩到这么猛了，够了够了，油门不要把它踩到底了。3系列也不要玩了。有没有感觉到这种车马力大不一定是好的？有时候哦，在某个方面来讲啊，只要是你的过弯能够赢人家哦，马力也不算什么。所以在云顶的山路来讲，我觉得在一个300匹以内是很好驾的车，我觉得是最漂亮的。220匹左右是，哦，怎么一直挂我这边？不要挂了，不要挂了，我顺着你啊，我顺着你啊，过来过来 ，OK， 拜。刚刚跟3系列玩了一下，不错啊。哇，你看它过弯机干脆利落，没有推头，没有侧倾，屁股也是很听话，没有什么侧倾哈。
这种弯太干脆了。我喜欢这个半山以上是那个车，我是说 Stage 2的时候啦，那个车不要太重，不要太大辆是很好驾的，因为关键在于 Stage 2，比较多小弯。Alright， 好了，我们终于到顶了。OK， 好，很好，上到来顶没有事，没有问题。虽然没有那个Satya GTI 这么有力，毕竟人家是1.8公升，这个是一个1.3公升。以乐趣来讲呢，它一定是有了。1.3公升的话都不会感觉到动力不足，这个动力还 OK 的。So far so good 啊，有改了一点风扇 radiator 的话就好很多了。可能这辆车有改过 con rod 跟 piston 啊，所以它的特别的有力的哦。操控啦没有的讲啊，操控你随随便便你换一个 adjustable， 随随便便换你好一点的轮胎，都已经是胜完很多人了的。刹车来讲，我都觉得还蛮够用的，因为这个马力也不算很大。最主要是前面和后面都有 disc brake， 然后后面也是 Multilink， 前面是 McPherson， 所以这个年代的车以现在来讲一点都不差。这是1996年的车，它的冷气还是非常的冷，不用担心。Carburetor 的车呢，其实保养都比较便宜的哦，然后也是比较容易照顾的车。你只是要注意这种车呢，还是注意它的水柜有没有坏啊，这样子啦，就是油跟水啦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哇 ，CR-V 过磅不用踩 brake 的哦。关于这个油门，它由于是用 cable 的，它踩下去的感觉是反应比较快啊，比我们电子油门来讲，它踩得完跟你踩一个88下好像没有太大的分别的。所以这种 cable 车的话，就自己要衡量一下怎样去踩啦。离合器有点重啊，但是 OK 的，我们这样驾驭顶，我们不会去察觉什么。但是如果以我普通日常生活驾的话，还是自己要习惯就好了。但是比一般的车还重一点点呢，比 Myvi 原装还重一点点的，可能前车主有改过啊，这样子啦，还有一点放泡的哦。好，我就把车停在这啦。有，嘿嘿，这个车还算好做油多的。OK， 好，非常感谢 Sean， 虽然他有点害羞，不太愿意录镜，但是非常感谢你，让我们的观众看到1.3公升的 Satya Carburetor 上山。最主要是前车主做了黑色的顶，椅子后面都是原装的。哦，这个是锁门的。这个 TR1 呢，在干地来讲，我都觉得很不错的。只是说，如果在下雨天的时候，这 TR1 就比较差了一点。干地的轮胎呢，大致上都是差不多的，只是说在湿地的时候，你的轮胎是否好。哇，之前下了 Satya GTI 之后呢，这个感觉真的是很难忘记啊，真的是一级棒，有没有？我对它的操控印象深刻，这一辆呢也是一样，操控也是很棒。只是说1.3公升还是1.3啊，1万块左右可以买到什么好玩的车呢？质量应该 OK 吧？那本期的视频就到此结束。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。下一集的影片再见，拜拜。